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派 TV。今天是纽约时间6月25号，今天是星期四今天呢，我们知道这个全国各地的美发业者逐渐恢复营业了，但是要在密闭的空间里工作呢，如果没有提防以下的注意事项可能就会造成业者或者其他客人的困扰。第一建议是呢，不要携伴或者是带孩子去。发廊呢，几乎算是一个社交场所，那么消费者呢，往往习惯携伴或者孩子同行。除了可以在造型上互相提供建议以外呢，在位子上等待造型完成的过程呢，也能有人相伴。但是疫情期间保持社交安全距离呢，已经是公共场合中基本礼仪的一部分。所以呢，很多美发业者呢，他为了维护公共卫生安全呢，限制店内的人数，那么规定了消费者呢不要携伴同行，甚至将等候区关闭了。第二呢，你一定要事先预约，避免付现金。有些业者呢，他会阻止路过的客人直接进入店内，或者是要求客人呢以信用卡支付，避免触碰现金。当然，微信支付也可以了。消费者呢，应该避免比预约的时间提早抵达，那么增加了你等候感染的时间。那么有些业者，他们会要求提早到的客人呢，先在车上等，等到他们准备好了，才会简讯或者电话通知客人进来。第三呢，就不要去不重视防疫的店家。那么你要仔细的观察，这个理发店家是不是遵守防疫的守则，比如说理发椅间隔拉大了，错开预约时间了。如果你注意到美发业者呢，没有在客人离开以后呢，彻头彻底的消毒座椅，而且没有控管等候的这个人数，那么你就应该立即离开。第四呢，不要期待那个费用会变得更便宜如同餐饮业一样呢，疫情对沙龙业者造成的冲击相当大，好不容易撑到重新开业了，业者当然希望能够尽快的达到收支平衡，所以如果看到价目表比以前的贵的话，也不要太过于惊讶。6月4号，我们知道在内华达州的第二阶段复工开启了，那么关闭了70天的拉斯维加斯赌场终于开放了。那么赌市的信息按照疾控中心的要求呢，不仅所有重开的赌场的工作人员呢都需要戴口罩和手套，赌场还贴心的给赌桌安置了有机玻璃，配置了大量的消毒洗手液，为客人准备进行消毒。但是很快呢，赌场就发现了一个问题那么客人虽然蜂拥而至呢，但是他们不但不遵守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则，而且压根就不戴口罩。那现在怎么办呢？第一，他们害怕被当局进行罚款；第二呢，他们要鼓励客人呢踊跃的戴口罩。所以呢，凯撒娱乐集团呢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们在6月21号的时候呢，巴黎拉斯维加斯赌场宣布为戴口罩进入赌场的凯撒娱乐会员奖励$20的免费游戏机会。那么不是会员也不用担心，随时就可以注册。所以目前这种活动呢，在凯撒娱乐旗下的凯撒宫、火烈鸟、巴黎拉斯维加斯、林克酒店和哈拉斯拉斯维加斯都有进行。就在上周末有375位客人呢戴着口罩获得了总计$7500的奖励。那么这种活动多久结束呢？凯撒娱乐的公关人员说直到戴口罩呢变成强制性的规定，所以我们的促销才会结束。今天呢，有点心思聊聊那个美国的民调和选举这个话题呢，涉及了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算真正摸清了民意。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最基本的现象美国的很多主流媒体一直在宣布各种的民调结果，而且这些民调当中呢，很多会显示川普输过拜登很多百分点。甚至呢，很多民调显示呢，这个差距呢，已经是2位数了。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毫无疑问这里面有不确实的撒谎的成分。但是哪怕是左王的 CNN， 他们其实呢，还是会尽可能的遵守一些基本的职业操守。比如他们可以逢川必反，可以添油加醋，可以避重就轻，可以视而不见。但是如果你是完全的凭空捏造即使是 CNN， 他们也是有一定的行业规定，也是有忌惮的。恰恰是因为这条底裤永远不能脱，所以前2年呢，他们发现有2个记者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时候，他们还是采取了正确的程序，公开道歉，公开撤回文章，开除记者。当然了，
这些媒体啊，虽然不得不维持最基本的操守，甚至我们也相信啊，他们有绝对良好的愿望去客观公平地报道事实，但是呢，他们这些民调结果呢，大家还是没有必要太当真。首先呢，这些媒体接触到的选民呢，肯定都是从骨髓最深处啊，认可大政府理念的人。像我这种啊，这个属于很少下载 CNN 之类的这个人呢，在 CNN 面前是透明的，因为他对我肯定是视而不见的。但是反过来呢，无论是本届共和党的联邦政府呢，还是铁杆的右派的福克斯电台，他们的各种问卷调查呢，也是会寄给我的。那么我的意见呢，当然呢，他们也会某些情况下统计的，但是从数量上来看呢，左媒是完全碾压右媒的。这点在一定程度上呢，你可以说明唱高调呢，这个生意是很好做的。所以有时候你看，这个左媒的这个声调呢，使这个比例不成比例。那么大家看，好像整个娱乐圈和媒体全部都是一边倒的在倒川普。那么左媒和右媒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呢？我们可以看一个近期的数字啊。前不久美国疫情最凶猛的一瞬间，左媒对川普的支持率达到了难得的50%，而右媒的支持率呢达到了76%。然后面对这两组数据啊，我愿意加权平均的60%，那就是说这一瞬间60%支持率呢，应该是当时真实的民意。同时大家永远不要忘记啊，那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呢，更是在永远在幕后决定着一切。例如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小例子啊，我们记得啊，美国在日本啊，它驻有5万的美军，那么其中的1半人呢在冲绳。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啊，面对这么多美军在这里呢，那么飞机起降的噪音污染，还有空气污染，对普通人的身体它就有了很大的一个伤害。更何况啊，很多时候为了给民航让路，那么军机还选择夜里起降。所以呢，我真的不知道这到底是在帮忙呢，还是在帮倒忙。然后呢，有时候会发生美国大兵啊逃离军营，还有的时候会进行各种性骚扰的事件，同样吓得基地周边的女孩子心惊胆战，闹得家家户户坐立不安。那么日本本地的居民有没有真的让美军搬家呢？答案是不可能。大家想想都知道啊，美军的工资真的是很高的。我们记得总统里根曾经命令把军人的工资啊提高到保证军人平时也喜欢穿军装，尤其是在海外，各种补贴更高。这就意味着25000美军及其家属，那么带来了年复一年持续不断的消费，而且水平不低。可以说冲绳本地经济的发展啊，完全离不开美国军事基地的贡献。当然了，反过来对美国经济来说，则是失去了一笔消费的支撑。所以呢，每次出现问题的时候呢，的确有人会去冲绳美军基地去抗议，但其实谁都知道，能被别人听到的声音肯定是少数。大多数的人呢，根本就不会在意这些问题，因为这些大多数呢，正在背后偷偷乐。更何况，本地人呢，他也许是没有这个意识。那么不仅要征召更多的本地男人入伍从军，如果美军撤退的话，那么会影响生产和消费，还需要面对更多区域霸王、远交近攻的蚕食和侵吞。现在正好恰恰是美军的存在，让这种野心在上千公里以外就蒸发的无形。所以从全日本的角度来说呢，就有更多的沉默的大多数会在悄无声息中对美军冲绳基地投下赞成票。所以今年川普的连任，我来看啊，相信是没有什么悬念的。唯一的看点呢，就是众议院的归属，就是说共和党建制派和南希·佩洛西，选民心里到底谁会更好的配合来督促监督川普，才是大家深思的地方。老实说，现在的民调，川普的粉丝是非常忠诚，而决定拜登的呢粉丝呢，他们是因为恨川普而已。6月16号啊，不幸的是瑞幸咖啡呢，他发布公告，他说公司向美国证监会提交了文件，表示啊，因为受到了目前公司内部调查事项还有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呢，公司无法在规定时间内提交2019年年报，叫做20F， 预计无法在规定提交日期内啊提交2019年年报。那没想到呢，
瑞幸咖啡就是因为没能提供这个年报，又收到了纳斯达克的摘牌通知。这就是瑞幸咖啡在1个多月内第2次收到退市的通知。一收到通知，瑞幸咖啡又跳水。那么和这个瑞幸咖啡悲惨的命运相比呢，美国上市的以前讲过的线上教育公司跟随学，最近3个月呢被4家机构做空9次。知名做空机构混水呢，他5月份曾经指出啊，跟随学至少虚构了80%以上的营收。跟随学呢上了财务造假的热搜，公司股价一度暴跌，但是随后呢又飙升90%，创去年上市以来最高，市值达到了140亿美元。混水的创办人呢，布拉克表示，跟随学股价暴涨相当于对美国当局比出了巨大的中指，就是在嘲笑 SEC。在美国正打算严格监管啊，在美国上市中期的这个当下，中国线上教育公司跟随学被曝财务造假以后呢，股价虽然一度大跌，随后却持续暴涨。那么混水创办人布拉克对此表示说，这是对美国的监管制度的侮辱。在瑞幸坐实财务造假风险之后呢，跟随学它本身有很大的、很奇怪的一些操作方式，让整个行业无法理解。那么在6月5日之前的3个交易日，跟随学美股呢股价分别上涨了13%、6.84%和4.81%，市值已经接近了100亿美元。那么好几千万的空头仓位高悬在盘口，就是你越涨得越高啊，那么空头赔的越多。那么线上教育呢，是美国韭菜心目中的茅台。笃信中国教育投资的美国机构呢，往往给中国线上教育机构呢给予更高的估值。加上在网易、百度纷纷回归，跟随学呢就成了为数不多以美股作为独占平台的热门公司之一。有人觉得啊，现在中概股的内卷形成了成交量马太效应，那么令跟随学享受到了流动性的溢价。但是呢，更有人质疑，会有一部分神秘的资金接住了空头，这将跟随学股价顶在高位了。对于混水在5月爆料跟随学有超过70%的用户是机器人，而且业务亏损巨大以后呢，它的股价仍然暴涨。那么布拉克认为，问题就不在于混水的爆料难以服人，而是期权市场给跟随学提供了很多的支持。有人在大多数的收盘时间中支撑了跟随学的股价。针对做空机构的质疑啊，跟随学回应说，质疑者不懂跟随学的商业模式。然而尴尬的是呢，不少资深的线上教育的人士也表示看不懂跟随学。曾任新东方在线 CEO 的潘鑫，他在2月17号参与雪球访谈时谈到说，在全行业都亏损的情况下，一直就没看懂这跟随学为什么能保持高增长，而且还盈利。那么为什么在获客成本高昂、普遍亏损的在线教育领域中呢，跟随学转型1年就能逆袭行业，率先实现零盈利呢？为什么跟随学会有超低的获客成本？为什么它的业绩能保持3倍以上的超高速增长？至今还有不少的未解之谜。这混水公司的布拉克表示说啊，中国的证监会啊，它应该对跟随学也进入深入骨髓的调查。那么如果这个机构没这么做，那么正好强化了美国人的看法，也就是中国的证监会根本无意严格监管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概念股公司。那么这是我们跟进的啊，最近的一个跟随学的情况。那么印度的电视啊，这2天大幅的报道，而且它的像今日印度啊，像这个大量的印度的类似 CNN 的报道平台啊，把所有的镜头全部放在了这个中印边境。那么这一次呢，他们揭露说啊，这个赵宗吉上将是监督了这个中印先前的对峙。那么目前为止，各种谣言纷起，现在目前确实承认的是，印度确实是牺牲了20名官和兵，但是中国呢，有传说是只牺牲了5个人，有传说是只受伤了5个人，有传说是有2个人是因为刺刀刺中心脏，不幸后来去世了，也有的传说是牺牲了35个人，有的传说根本没死人。所以各种渠道呢，信息都不一致。
那么在这里呢，我从今以后呢，不再报道中国到底牺牲了多少人的事情，这个问题已经很无聊了。虽然美国的 CIA 已经评估了是中国会有35人丧生，但是目前为止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大家都变成了这个实质上的是中国边境到底是下一步怎么走。那么印度呢是已经做好了大战的准备，而且呢发生了这个最新的谈判以后呢，印度强硬的提出了7个非常强硬的条件。那么印度人啊，他的士兵曾经回忆说呢，他们本来是打算谈判的，结果不想到几十名中国军人拿着带尖刺的棍棒在等着他们，随即展开攻击。那其他印度军人赶来支援，导致双方发生冲突了。那么中国当然不承认，中国认为是印度军队呢严重违反了中方的共识，2次越境进行非法活动。所以在双方进行争吵的时候呢，我们明确的发现，印度已经调集了大批的人马到了边境。那么这种情况发生呢，是很不幸的会发生，很可能未来的大战啊迫在眉睫，因为你不可能没有一个军事计划就把大量的军队调在边境，中国也是一样。那么现在如何进行调停呢？那么现在俄罗斯已经向印度紧急的销售军火，而中国呢也把大批的军火运往边境，所以现在如果大批的军人驻扎在边境的话，那么人吃马嚼的话，大量的成本消耗，而且在那边到处都是大石头山，没有什么可以很舒服驻扎的地方。那么这会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如果中国军队不退后，那么印度军队呢很可能要来报仇。所以我们现在也可以假设啊，印度方面啊只牺牲了20名官兵，而中国牺牲的人数是0，那么很可能印度呢就会发生报复。当然了，我们作为海外的看客啊，我们能注意到的是啊，那么还是希望中印边境呢能够安享太平。那么当然现在印度已经决定了可以前线军官授权啊，可以随时开枪，而中国军队呢肯定也调整了部署，也可能会随时开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是针尖对麦芒的情况下，未来的前景呢我是不太看好的。我只是希望啊，中印两国的这个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机制啊，最好呢双方军事部门啊或者是总统之间呢能够有个热线进行互通。那么否则的话，这种情况会持续发生，最终肯定第3次世界大战就会爆发。那么这种第3次世界大战呢，这个不是我说的啊，是德国媒体啊，还有其他的这个欧美媒体已经预测到了。那么如果第3次世界大战发生的话，那么很可能就是发生在中印边境。那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欢迎订阅，我们明天见。